瞧啊，这新郎真俊啊！啊，那是新娘的养子陈阳，乃少将。这新娘可真美，一看就是能生的。男的怎么生啊？这啥？男的？谁会娶男的过门啊？他是南疆巡盐御史苏大人娶的续弦。苏大人既是龙阳，那苏公子……哎，不想死就闭嘴啊！原地待着。他们不是普通人。这是命令。是。恭喜父亲再婚，小妇生得很美，比起阿父也不遑多让。星辰怎能与星河相比？哦，小妇的名字也带星。行了，你若无事，便退下找你陈阳大哥喝酒去。礼不能废，过门酒还是要敬的。你有句话你说对，岁星怎与星河争会？冯石，敬了酒便退下吧。道爷，喝金酒。这么凉的酒还敢端上来，滚下去重烫。是。跪了1个时辰，你可想通了？属下不知所犯何错。谁让你擅自做主暗杀燕星辰的？我让你以身犯险了吗？他是障碍，属下的任务便是为少爷扫清一切障碍。放肆！记住，我的狗只有服从，没有僭越。记住这份疼痛，往后你若敢再犯，就不必留下了。是。起来吧。燕星辰是何来历？竟能让我爹同意让他携养子进门？他与主子一样是竹篓出身，名字也与主子相似。替身入局，是巧合还是预谋？需要属下彻查吗？不必。既然他在我的地盘，那就慢慢玩。你别怪我，阿父没了，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属下心里明白。若你也不听话，我便只能舍弃你了。不要，属下知错，求少爷不要舍弃我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便不会。属下听话，少爷可会给我奖赏？鞭子可要？只要是少爷给的，都行。想我了吗？别太放肆，这是苏府，小心功亏一篑。我只是一个要被小妈照顾的病人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啊？哼，真把自己当成我的养子了。情郎变养子的身份，不是更刺激吗？你别闹，苏峰是年轻气盛，性格冲动，倒是好对付。只是他身边那条好狗，看着不像山楂。那家伙可不是狗，它是蛇，得瘾。哦，你有法子？嘘，先喂饱了我再说。难怪老爷说你字丑，原是起笔便错了。小父这是要教我练字？我既已过门，自是要好好照顾你的。哦，哪种照顾？你想要哪种？我想要……没拿稳，
方师帮我捡一下可好？哎，小少爷又丢不了，至于到哪儿都跟着？走开，夫子要小少爷去教功课。父亲进宫还未回来，小父身体不适，望晨阳哥先看顾一二。小少爷不喜人碰，还望大少爷海涵。他们想让少爷犯错？哼，想阴我，当我这么好拿捏的？夏桂生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动，让属下看看您有没有受伤。再肆意妄为，我便罚你禁闭。属下这就去领罚。起来吧，我数3声。少爷还生气吗？哼，生气，生气我就不会来了。好歹也是习武之人，怎么跪一下便站不稳了？脚麻了。那先坐着缓缓吧。少爷，今日叶星辰在书房对你做了什么？他自己点的春香吸过量了，我就溜出来了。春香？我这几日有点风寒，鼻塞闻不到。不过我看他饥渴的反应猜的。那他有没有对你？不该想的别乱想。我是那种人吗？少爷是我一个人的，不许别人碰。我看你还是跪少了，接着跪。这次是多久？跪到你认清身份为止。不该你想的，不许想。那属下这双腿得跪废了。你在嘀咕什么？没什么，属下僭越，不该与少爷开玩笑，还请少爷消气。我现在只想查清阿父被杀的真相，赶走燕星辰二人，没心思想其他。你再乱开玩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给你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皮糙肉厚，少爷随便抽。你在教我做事？属下只是心疼少爷，怕少爷手疼。滚！叶星辰那边，从他进门，我便看出他和陈阳关系不一般。算算时间，我那个渣爹应该回来了。做什么？少爷，我膝盖疼。该死，明明差一点就得手了。这春香霸道，即便解了，你也得多休息。哎，你说，他为何会没事儿？许是身上带了什么必毒的宝贝？怎么，还想要？那老头快回来了，速战速决。星辰，我来看你了。老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小父身体抱恙，儿子自然是要告诉父亲的。亏了龟生效率高，在半路上将父亲接来了。啊，没想到冯石如此关心我。这是他应该做的。真羡慕二弟啊，有如此忠心的侍卫。陈阳哥若想要，我可以将他送给你。真的？陈少爷乃当今少将，属下这三脚猫功夫恐会拖后腿。不好意思了，陈阳哥，不是我不给，是我这属下笨，保护不了你。好了，都出去吧，别碍着星辰休息了。是，父亲。你故意的？陈阳哥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
听闻二弟养了条好狗，可得看好了，免得日后丢了。狗这东西比人都忠诚，陈阳哥没有养过，不懂其中乐趣。二弟如此在意，他若是伤了，二弟定是会心疼的吧？二弟可得看紧了。早膳又没吃，不是你做的，不吃。我抱你去灶房做新鲜的。夏桂生，为何你被骂作狗还不生气啊？只要能待在你身边，什么身份我都不介意。少爷，老爷吩咐他的房间乃是禁地，趁他没回来，我们赶紧出去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小父在世时，他从不锁门，去世之后却成了重地。况且，小父才过世1年，他便续弦，这其中必定有事。我帮你一起找。桌案放2张砚台，看来这个就是机关了。老爷晚上要和新欢去游花街，白天人多眼杂，我们先回去，晚上再来。好。少爷，找到了吗？嗯。你看着脸色不太好，可是查到什么了？先回去再说。星辰，你等等，我去取个东西。老爷来了，先躲一下。桂生，你点我神做什？快解开！少爷，先委屈您了。等会儿不管听见任何动静，都别出声。是谁胆敢闯进我的房间？来人，给我将贼人抓出来！老爷息怒，是我。夏归生，你不在冯石身边，跑来我房间里做甚？我和几个下人赌牌输了，他们罚我来您房里转一圈。混账！冯石平日里怎么管教你的，竟这般没规矩！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，家法伺候。住手！给我继续打！父亲，夏归生所犯何事？您要如此罚他？你的人你不好好管教，就只能为父帮你了。既是我的失职，那父亲罚我吧。一个下人而已，若是废了，换掉便是。这鞭子若是落在陈阳大哥身上，小父会求情吗？自然。可他是养子，若废了，再换便是。就算是养子，我现在也是你大哥。够了，你既来了，这人你亲自管吧。多谢父亲，儿子这就带回去严加管束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就在这里罚。去把鞭子捡起来，将剩余的50鞭补了。这么多他会死的。一个贴身侍卫，若100鞭都无法承受，倒不如死了。老爷说的对，还请小少爷拿起鞭子。冯石浇灌，陈阳，你去帮他捡。二弟，请吧。小少爷，你若不打，旁人也会动手。若真死了，我也想死在你手中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你还好吧？二弟啊，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不就一条狗吗？再养一条便是。
多谢陈阳大哥指教。看他这模样，也没救的必要了，不如给他买口好点的棺材。我一定为你们准备上好的棺材。少爷不哭，我死不了。夏桂生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死。你醒了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少爷，怎么了？这种事怎么能让少爷动手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这样。习武之人的体魄没那么差劲。给我躺下。比这更严重的伤我都受过，做的饭而已，真不打紧。夏桂生，你是不是又不听话了？信不信我收拾你？少爷舍得？等你痊愈了再收拾你。我喜欢少爷收拾我。你今日还没吃过东西，我就做这一顿。况且少爷若病了，就没人帮我上药了。那随便做点就行，别累着。好的，我的小少爷。哟，刚醒便下地做饭啊，你对他还挺忠心呢。陈大少爷若无旁的事，还请让开。别这么冷漠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喏，您不是希望我死吗？怎会给我送药？我也不想这么没出息啊，可我偏偏就是看上你了，我也很无奈。不愧是我看上的人，这体魄就是非常人所比。除了这些新伤，还有不少陈疤，有部分是他打的吧？不如你跟我定好好待你。戏太假了，有人信就够了。你敢算计我？滚开！滚！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求少爷责罚。我让你滚，没听见吗？比起您生闷气，我宁可你打我一顿出气。想死，滚别的地方死去。哟，这大清早的，怎的肝火如此旺盛？小妇，老爷说你年纪不小了，让我操心一下你的婚事。昨夜与我商量，说想让你嫁去较好的世家，对方家里无子，让你上门当赘婿。赘婿，恐怕是找个借口要在外面解决我。若我走了，苏家也就绝后了。还有陈阳呢，你放心，等你追过去了，陈阳将改姓苏。我爹能同意？陈阳乃少将，未来可期，老爷求之不得。行啊，我去。不行，主子说话，哪有下人插嘴的份？风石，你调教的本事还欠缺火候。小妇说的是，论训人的本事，比起小妇，我可差远了。本事再高，这有些人我也得不到啊。何时去相看？对方聘礼已下，15你便嫁过去吧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他们这是找借口除去你，你不能去。哼，你用什么身份敢管我的事了？我，别忘了，我才是主子。我不准，你是我的。夏桂生，别以为你带着伤我就不敢动你。除非你打死我，否则你不准嫁。
夏桂生，你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是吧？既如此，从今日起，你自由了。少爷，我说过，你不听话，我便弃了你。收拾你的东西，赶紧滚！不是送我出嫁吗？怎的在这儿停了？对不起了，苏少爷，你这条命有人买了。哼，还真把我当软柿子了。下。还想打我吗？如今我可是自由之身，这可是你亲手给我的。你放肆！放肆又如何？你如今又是以何身份管我？忠犬训多了，若不给安抚，可是会叛逆的，少爷。别用你碰过别人的手来碰我！我冤枉？难道制止别人吃我豆腐也算吗？陈阳故意贴着我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气走你。我想与你解释，可你不给我机会。就算是被冤枉的，这也不是你的胡作非为的理由。胡作非为？我不过是求少爷安抚而已。感受到我需要安抚的情绪了吗？你若敢乱来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只有我主人才能罚我。夏桂生，你无耻！大清早的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属下做完，以下犯上，还请少爷责罚。滚蛋！夏桂生，交出苏风时，我要护送他出嫁。护送？往哪儿走？黄泉路吗？桂生，你是聪明人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听话，只要你现在还愿归降于我，我定好好待你。少恶心我！好吵啊！少爷，你继续睡。遇到狗党到了，我去解决。狂妄！老东西，本来想留你一命的，只可惜你儿子太过聪慧，让我屡次吃瘪。说他哪日成长起来，我都不是对手，所以只能请你们两个都去死了。我这是慢性毒，即使你死了，也只会断定是病逝。至于你儿子，可就没那么幸运。你放心，等你死了，苏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什么都是您的？冯石，你没事？是出了点岔子，和陈阳大哥会合了。他说大婚新郎失踪，女方家觉得晦气，便悔婚了。你陈阳大哥呢？他临时受命去战场了。小夫，我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
小妇如此绝色，若不疼爱，实属是不知好歹了。只是我如今开窍，不知小妇还愿不愿意原谅我？你这刚回来，等精神养好些，再来伺候我吧。遵命。主动勾引敌人，罚睡3次。可他只是假意，又不会真做戏，3次会不会过了？那就决战到天亮吧。美人出浴图，真是赏心悦目啊！别闹，我爹去拜见首府了，一时3刻回不来。风师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只怕伺候不了你啊。我教你，只要你不背叛我，想唤我名字。星辰。真听话，你父亲老了，不行了，往后就靠你了。是吗？啊，老爷，还真是好一出大戏呀！父亲，我可什么都没动啊。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哦，该不会说是冯石勾引的你？是他诬陷你，你是冤枉的吧？我，哼，若不是冯石提前告诉我你不对劲，我还真信了你的话。你算计我！夏公子说笑了，我家小少爷从您进门便对您恭敬有加，有何理由算计你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不管是我还是你阿父，都是牺牲品。苏石，你真的会信他的一面之词吗？不过是……来人，将这贱人拖下去，押入地牢。他在心虚，莫非是有把柄在燕星辰手里？凤石，是父亲对不起你，没能给你找个好人家照顾你。这不是您的错。等你在大邪，你接我的位子吧。恭送父亲。你这里行得有点早。这是谢他的养育之恩。下一次呢？自然是恭送他上路了。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弄清楚。为何用这眼神看我？有些事想请少爷解惑。何事？燕星辰怎么勾引你的？我想学。也白费心思了，我是不会数着东西的取下，有种就杀了我。哦，是什么东西？是你，你来做什么？找你解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沉默不答或者撒谎，后果便是永远看不到你的陈阳。陈阳，他在哪儿？你把他怎么了？看不出来啊，你竟对他这么在意。回答我！看你的诚意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阿父柳浩星。你那么聪明，猜不到害他的凶手是谁？猜到了，不过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苏氏发家做官前，都靠柳浩星养着。我与他，在他们认识之前，便结识了。柳家祖上曾是水贼，他举报了柳家，柳家家破人亡，
阿星也被安排进了我所在的书楼，许是愧疚，你爹最终出现为他赎身，让他死心塌地。后来你爹的秘密被发现，因此便问我要了无色无味的毒药，毒杀了他。通过陈阳，我查到他这些年贪墨不少，为了让我闭嘴，他才娶了我。而我和陈阳只想吞没整个苏家。你爹贪墨的证据就放在我主楼的房间里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陈阳呢？他在死前求我，有朝一日与你合葬。多谢。看来我们来迟了一步。未必。怎么说？若这东西真那么容易找，苏轼也不会受制于燕星辰，甚至受挟娶她。可是这房间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了，东西会藏在哪儿呢？小少爷，怎么？躺床上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？卖了身的人都会偷偷存钱，为了有朝一日赎身。他是竹楼宦官，接客无数，怎么可能不藏私？你是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？放心，我绝对安分守己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夏归生，别动，说不定这床头有机关之类的。我有点不舒服，你先下去。哪儿不舒服？除了你趴在我身上，就是这枕头，坐得太高了，硌得我的脖梗子。枕头，东西找到了，小少爷该如何赏我？容后再议。先给点好处。好了吧？剩下的回去再补。我来拿吧。不用，最后一顿饭理应我送。你这个逆子！贪墨乃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为何没事？因为我走了父亲的老路，做了父亲年轻时曾做的事。哼，我还以为是陈阳，没想到是你举报我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将整个苏家都上交给朝廷了。你个逆子！我可是你父亲，你这么对我，不怕遭雷劈吗？哼，真是可笑。我幼时厄运街头，不是好心阿父心善，给我口吃的，坚持把我领回家，我能进你苏家门吗？你那时嫌弃、厌恶我至极的眼神，我至今都记得。这些年，唯有好心阿父悉心教导我，培育我。他教我识字，教我武学。后来他身体不济，怕我无人照拂，便将唯一的死士夏归生给了我。那时候的你在哪儿？你又在做什么？我忘了，你那时候借口外出，制造不在场证明，让家里的亲信下人给阿父投毒呢。哼，父亲，你也配？最后一礼，愿你一路走好，永世不得入轮回。
怎么了，小少爷？唉声叹气是有何心事？当时只顾着活命，将苏家全部交出，忘了给自己留点儿，以至于现在咱们要留宿街头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你这是什么语气？当今世道正乱，你以为活计好找吗？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地图。这是浩星主子将你托付给我之前交给我的。他说这是柳家先祖所藏的财宝所在，若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了，便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事情既已解决，小少爷也该兑现你的赏赐了。我这儿只有惩罚，没有犒赏。那请小少爷罚我，蹂躏我吧。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，走过春风白衣遮山，诗意更浓。笑看他人折柳，又是为谁相思愁？红尘蹉跎。